我的另一半我是非常信任，但是因为她的美貌啊，她的外表哈，我讲漂亮，谁不漂亮？只要是女生都漂亮，但她那个漂亮有点过了分，就是男生。哎呦，你说甜哦，有点过了分，真的歌词哦，前女友吗？甜美的过了分。我讲现在的太太，现在的太太漂亮过了分。对，她是走在路上，真的啦。S 姐都接不了你话哎，有照片吗？太过分，你不是看过？我觉得没有过分啊。我觉得过分点。哎，你很过分，你很过分，你一直讲报仇啊你！很过分。我才不 care 什么酸辣粉呢。星座运势一直是很多人在乎的事情，而在2024年的下半年里面呢，最会出轨的星座哇，刺激！来了 ，everybody！哎，这个会出轨星座来。哎，你们不开心啊？因为他们今天都是一胚一胚来的，所以他们不想听到。没有啊，有单独的啊。不也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我们又不会出轨。Oh no！ 赵哥，你没有出轨过吗？啊，被出轨当然有了啊，被人家出轨有。但你自己有没有出轨过？我觉得那不叫出轨。赵哥，你想了一下，不是出轨，你想到什么那是一回忆了个错误的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才会分开，但跟出轨没关系。对啊，所以你们今天这4对，哎，你是单身呢？你来干嘛？我来分享被出轨的经验。你常被出轨？我总有一天还是会交男朋友吧？总有一天，对啊。啊，你不就是跟那个谁在一起？对啊，王少伟，我没有。王少伟不承认他了，你有没有去他家住过？怎么他不承认我，才不要承认他嘞？那你们俩干嘛又在一起弄来弄去？没有。弄来弄去，没有吗？许兰芳，我们就是姐妹一场，你给我好好讲，你到底有没有跟他在一起？没有。说谎死全家。这个赌得大，太严重了，最屌！哇，什么？射手座不可以，还要再观察。射手座你还在观察他？还在观察，他都要老了，你还要观察他？观察到不能动。OK，哇！还在观察，就是说他对他自己有意思哎嘛。啦，持续相处啦，应该是互相觉得对方都是不错的人。对，然后那赵哥是已经刚新婚嘛，然后对啊，还算新婚吗？一阵新啊，我永远都是新的。哎，你几年了？这样算起来，什么几年？结婚，几个月而已啦，哪有几年？那就真的是新婚呢。对，哎，1年之内都算嘛。对，那是。还在很恩爱的状况吗？从相处到现在都还一直保持一个热度在那里。有没有吵过架了？拌嘴，我们那不叫吵架。拌嘴，拌嘴，就是斗嘴嘛，会斗嘴。斗得多凶，还会叫你去死吗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太太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，所以很有家教。就麻烦你去死。请，谢谢，对不起，麻烦您。她不会讲那种恶毒的话出来，她顶多就生个闷气，流眼泪。哎呦，对她不会说啊你去死了，还是你怎么样，全家怎么样？没有，她不会这个，所以会让我就是怜香惜玉，就尽量不跟她吵架，就拌嘴就好。那近期唯一吵过一个，你觉得有点真的是大的争执是什么？就是我记忆不好，有的时候讲过的话会再重复跟他讲，他会说：“哎，你讲过了。”我说：“没有讲过。”那你还记得你吃过一种酸酸辣辣的东西吗？我吃好几家。那怎么了？是你们现在在讲你们两个才知道的东西吗？你们的回忆吗？没有，就是新闻有做出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无伤大雅。我只是想要听听他的心情。酸辣辣，我要解释一下啊，那个东西。你是要让我讲那个东西好不好吃，还是怎么样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讲了好几家，我介绍很多家。哦，应该这样讲。因为我就想说，以我们俩的情谊，应该算是很熟吧？对，算不算是很 match，很 close？ 就睡在那个平台上，说，怎么会啊？我跟你讲，应该这样讲哈，我在录的时候，当下是没有那些的后置的东西。文字那些，那是被后置出来的。所以纯粹你就是在吃而已。对，我只是吃，很客观的讲那个事，因为我吃了好多家的酸辣粉，不是那一家，那别家都没事，就偏偏那一家，我的后置啊，我后来打电话去骂，上了很多东西。对，上了不是我讲话的内容嘛，是旁边的那个文字。你知道他们上了什么吗？我后来看到，我也很生气。哪一个你最生气？只要上的不是我讲的话的字，我都生气。我觉得这有点故意在闹。你看到那个播出之后，有没有觉得说，我真的？其实
今年6月，你6月14生日嘛？我本来想要祝福你生日快乐，也没有我每一年都有嘛。对为什么今年没有今年没有？对，今年没有，我是想说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那个事有一个那个，所以我想想，等你气消了，或者是有上节目的时候再来讲。但是我一等，我在想会不会被封杀哦？有可能哦。我心里面在这么想。我告诉你，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你认识我几年了，我什么时候封杀过别人？有些事也不好说啊，对吧？我知道你不是，走开先例。我绝对不封杀，而且我还在期待说，哎，奇怪，今年怎么生日赵哥没有送我香槟？啊，对哈，以前都有哈。对，没有，我其实被人家这样搞了一下以后啊。你是被人家搞的？被人家搞的。你也不知道吗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录的时候都没讲那些嘛，后置的东西，你录影录那么久，你开始知道那是被后置做出来的，我就觉得，当然我有打电话骂公司了，我是骂了公司，但是能怎么办呢？我想想，哎，不错啊，点击率100多万也还挺好的。好啊！为什么那个点击率还蛮高的？要不然当时要叫什么？你全部给我拿掉。当时应该是这样讲，对，意思吧？但就。不知道，对不起啊，有伤害到你了。没差，我只想要知道一下那个，原来你是被那个后置，我是被后置弄的，对， Okay 因为你回去仔细看那影片就知道，我根本就没讲那些话，全部是上后置帮我做的，所以就好啦，我还是相信你，相信你。不好意思，不用，没有关系。我有一下，你不要小气，都来了这里了。不用，我又没在生气。好了，有点诚意，来抱一下。有需要吗？好，那算了，抱一下也好。好，然后其他那个敖选跟发发是还未结婚吗？快了，就上次有跟你说那个原因嘛。家里的事，要过1年才可以结婚，是也是习俗的那个。OK。对。然后范江跟果果，对，2年了，2年了，对啊。小朋友多大了？现在？2岁，快2岁，所以你们彼此都很相信对方，蛮相信的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说这辈子已经结了婚了，不可能有出轨这种事会发生在你身上？好像是哎，因为我们2个星座一样，然后可能反而都是狮子。哇，你们很会吵架吗？狮子座？对，狮子对狮子哦，有不同的点，如果有他踩到他的点，他会吵架；他踩到我的点会吵架，但是好像点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大家都觉得你们是幸福的，不可能有出轨的事发生在你们身上，但是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今天请到废话连篇的白云老师。白云老师又来了，我超废话的，废话超多的，所以他们现在自己很相信，但是星座你有研究吗？对，每个星座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你有研究吗？他就是星座老师。我不小心研究了一下，然后就一睁眼就来这里了。我们节目很好，就是乱发一超通，好笑的。乱发一通。好，首先呢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测验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小测验，然后这里是对感情的忠诚指数。那这里有4张照片哦，第一个就是看起来像一对情侣在公园里面，然后骑脚踏车。第二个就是在一个唱歌跳舞的地方，可能是bar 或者哪里，然后有人在中间跳舞。第3个烛光晚餐，第4个是林中小屋，跟谁？你心里想象的某个人。对，想去哪一个环境是吗？对。好，那各自大家心中选一个想跟喜欢的人去的一个环境。先生小屋会做很多事耶。哇，脸都红了 S 姐。我幻想很多。好，大家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你要先猜哪一个？对，我想要先开第4个。第4个就是山中小屋的，请举手。但是 S 姐讲半天没有选，没有，我心中有别的答案。哦，好，来，好，第4个山中小屋是谁呢？忠诚度50分。哎呦，一半而已呢。一半，就是这中间有空间可讨论。为什么呢？就是通常来这种地方呢，就他想要逃避一点现实。所以他去山中嘛，因为现在人都是城市人，这都是农田，他去山中，而且是小屋，不是山中去爬山，也不是去钓鱼，在屋子里面真的好多事情做。你当下可能蛮危险的，如果心情不好，如果有个诱因诱惑，可能会出轨，你就会出了这个屋子。对，
就是可能在屋子里做点什么不该做的事。那如果是你今天说我心情好，也没有什么诱惑的话，你可能就在里面煮饭而已，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。所以有诱惑他就会出去，没诱惑他就乖乖待在房子里面。对，所以果果是小屋。我是乖待在房间煮饭的人，真的。你现在身边有没有哪一些异性有就是骚扰你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真的是看这个图片，真的觉得说，因为我又很喜欢雪，然后他。浪漫对，然后就觉得说，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是一个可以逃避现实的，就可能就是说很繁杂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的时候，如果2个人可以去那里放松，然后逃离一些烦心事，跟老公一起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许然帮你选山中小屋，我可能自己去，啊？我自己去，自己去干你就嘛？自己去对啊，那跟什么忠诚干嘛？你还干嘛忠诚呢？你对谁忠诚？就是证明他在观望或者是在等待。哦，对，他还在观察对王少伟啊。等到有人敲门。好，那个就是山中小屋50分忠诚度。 50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热闹派对，热闹派对大家有谁选？热闹派对请举手。哎呦，这可能跟职业有关吗？对啦，因为想去嗨嘛。对不对？喜欢多人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嘛哈。该不会是0吧？很新哦，选到第一场景，还好你们还没登记。哇，这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一笔，这是想要多看看。就是你可能平常来了。在关系里面就是守着同一份关系，或者说你对感情就是没有没有空间去多认识不同的人，所以要定下来，这种多看看有好有不好嘛。不好当然就是我哪一个丢一个了哈，就是不同人都想要贪一嘴。可是他说敖选说他跟发发2个人是连体婴，就是他们到哪都一定要在一起哎。对，这种心理就是还有另外一面，多看看就是我如果跟对方多相处看看。或者是我多看看对方的不同面向，我这个风险，因为人生都有各种风险嘛。那假设他出了任何状况，我这个风险担得起嘛？它是一种责任心。人生都一体两面嘛。我其实越担心一份关系不能长久，有时候说老实话就是越负责。那种夸海口说我们永远在一起一生一世那种才不可信。对，有些人是讲真的啊。当下承诺是真的，过了我不想也是真的啊。我觉得你有点偏激耶，你是不是自己情路不顺了？对，才去研究星座。没有，是真的人性啊。你是离婚过吗？有啊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讲的话，说什么承诺就是比较不可相信。难怪研究这些星座，你觉得可相信吗？什么东西？你觉得单靠承诺，不靠观察和不靠2个人的经营是可相信的吗？我觉得赌一赌可以试试看啊。当我只对语言有相信的能力，但我不是多方位的去观察他的生活，他怎么对朋友，他对自己能不能负责，我没有多方位的去观察的话，这种承诺是不可信的。只听他讲出来的话。对啊，我们单面相啦。对，所以发发敖选常常跟你讲一些很承诺的话吗？其实讲的反而还好哎，他是就是用做的。做什么？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生活，就是工作那些，全部都是待在一起。我们真的是24小时，除了上厕所以外的时间都待在一起。哇啊！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去 party 啦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你想去 party？ 蛮想的。很久了。你会不会偶尔一次朋友生日办在夜店，然后你就整个玩开，然后就跟好几个女生就？不可能有那种，因为一定是我会跟着他一起。对，他是跟烧饭。对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下一个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奢华餐厅。哦耶！好，2位。好，这个也是老夫老妻常会选到。哎呦，老夫老妻。对，70分，70分来了，高嘛，很高，还有30分的扣打。我有70分哦，像50分是怕。你不要自己不相信好不好？自己都吓到。S姐蛮了解自己的。怎么会？这个50分容易被诱惑嘛，70分也是容易被诱惑。哎呦，对，就是这种，其实容易被诱惑的状况不一样。像50分容易被诱惑，就是只要我跟我生活不一样，我就觉得很有新鲜感，很想去。70分是我的心灵满足，有没有人能满足我心灵这一块？哎呦，
对，就是比如说，有的女生或者男生是另一半常常出国出差不在，然后有个人能常常陪我聊天，这种就叫心灵满足了。那有的人是什么？被人骗过，然后有时候会想碎碎念抱怨一些事情，哎，有个人能听得懂、接得住他的情绪，这个也叫心灵满足。就是吃饱喝足不够用了，我心理上得到抚慰，情绪被接住了，哎，他就会觉得说，我想要多聊聊看。就容易被诱惑，所以我跟赵哥是忠诚度算高的人，很高了，正常都是，对啊。但就是心灵还有一块需要被满足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正常。赵哥真的是这样吗？对，有没有你另一半是不能理解你的，但你有人可以理解？不，他理解我，我反而是不理解他。他太年轻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永远不太清楚年轻人的想法在想什么。他有讲出什么话，你会觉得说，什么意思？不是讲话的问题，是情绪价值。他是一个需要有被安全感跟被知道的那个人。就是他如果此时心情是很 down 的，对我就要看得出来。你要看得出来他。对，就不要耍白痴去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。所以我在这段时间有被训练，好像要懂得女生的情绪价值。所谓情绪价值，是我现在情绪高涨，想生气，那你能不能接住我的生气？说其实我懂你，你想生气不是想要让我们不舒服，其实是有人没有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，所以你生气了，有点变小灯小 K 还是怎么样？恼羞。对，还有一种情绪价值就是我很悲伤的时候，我自己不好说，因为感觉好像很做作。那如果你愿意说怎么了，关心一下，对，其实就关心关注就做到了啦。哎呦，第一名一定是星光下漫步啊！不一定哦，搞不好是忠诚度0分哦。我选星光下漫步。我也是2个，3个，这就很 gay 掰啊！觉得选这个有2种，一种就是很单纯的人，对，一种就是千帆过尽，对，就是什么人都见过，也玩过了可以想要回归平静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大部分人是热恋中才有的。热恋，超高，是吧？哇，就是我们热恋中不是多巴胺会有18个月的持续吗？就是喜欢对方啊，什么都以对方为重啊。对，我就是这样。对，你就是这样子吗？18个月。我觉得让对方开心，我自己就很开心。所以你现在是有对象了？寻觅中。我说如果有对象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开心。巨蟹也是这个心灵派的啦。所以如果有对象，然后他说我要你这礼拜都陪我，不要接工作。但如果已经接了就没有办法。下礼拜留给我，还是不开心啊？因为我通常工作是往后排到3个月，他要提前3个月跟我预约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真的？不是，提前3个月跟你约，1个礼拜都不工作，1个礼拜那1个礼拜陪我2天，那我 OK 啊，我下班也可以陪他。对啊，我如果有时间， 1个礼拜要做5次，跳很远呢。1个礼拜做5次哦。他可能多只能5次吗？为什么要被限制呢？对不对？在 S 姐旁边久了，很会应对哦。真的啦。就选这张牌的人很愿意付出，一种是单单纯纯的付出，什么都交付给对方；另外一种就是万千寻觅之中，我就看中他了，他好的不好，我愿意认了，愿意说他，就有点像赵哥的这个状态。大家不用追求忠诚度多高，反而是你跟这个人开不开心。如果你跟他不开心，如果不会伤到他，你可以做你自主的选择。现在的恋情都是独立的，如果你硬跟他凹在一起，然后没有任何理由，然后心里面都在骂对方，那个品质没有。鼓励别人分手，鼓励别人在不对的关系。受过创伤的人，他一定有。他看不得别人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缺水吗？要维持自然裸妆感，水可不能随便溜走，一定要留住它。神经酰胺是我水的好朋友，饱满充盈，超好吸收，只要7天，让你重拾水样，成为水样机，绝世好美。老师，你自己是选哪一个？我目前是选这个，因为我因为你知道分数。对啊，他当然选最高的，那白问了。问到这个啦。干嘛？因为我看老师的诚实指数有多高。这
这题目我设计的，不过我自己啦，你设计的，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的话？也不用，我们没有在一起，还好啦。我们应该拿一个唐奇阳的来考他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本子，来你猜一下这个月光森林怎么回事？唐奇阳钱很高啊。这个可以收掉了。对，这个是这个白宇老师刚刚给我们的小测验。对，但其实是要问大家说，你们在感情里面，为什么你们可以相信对方这么深？是有没有什么一个例子可以解释的？比如说他曾经做了什么事，让你觉得说天哪，这个男生非常值得相信。我觉得他刚刚老师讲那个蛮准的，就他真的是也是一个蛮单纯的人，然后但是也是一个他已经玩过很多的人，玩过，他觉得说他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浪子回头。对对对，你以前到底玩多凶啊？没有，很凶，他以前是派对的那个。出去蹭的啊！没有啦，好浅中间。所以会喝醉带女生回家那种吗？不是，不喝醉再回家。我只是交往过的对象。你干嘛声音怎么突然变鸭子啊？我还是紧张，突然有痰呢。吓一跳。没有，我只是交往过。还是怪怪的。你以前一定是做过很多坏事，所以现在才会吓成这样。吓成这样。没有，摸着良心，没有做坏事。最严重顶多就劈腿嘛。没有，发誓这辈子没有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更细致的。天哪！啊，要直接接到这里去了吗？一个出轨，一个被出轨，哪一个比较刺激啊？我们先看最容易出轨好了，先痛再爽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出轨是他开心到。先不要爽啊，先痛一下。没有，那你就是被出轨啊？对，我是被出轨的。你要选被出轨先看吗？对，先看被出轨。你们也赞成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先痛一下，过来再爽。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下半年哦，这个有时效的，容易被出轨的星座啊，来喽，来喽。这个星座也不要贴标签，可能是他的个性，大家参考他的个性。第三，狮子座，被出先出轨啊，就安全了吧？两个狮子应该就安全了。有个前提，2024年狮子很忙，尤其下半年他要做的事情就有点犹豫不决。如果是这样，不小心冷落了对方，产生沟通不良，王不见王，后不见后，就容易出轨。所以我不要你，我要出去做别的。王不见王，从几月开始？下半年6月开始。发发有遇过狮子座的人吗？有，我们两个有一样的经验。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们人生就是惨遭滑铁卢，就是滑在狮子座上。哦，来了，怎么了？我自己啊，就是那一次的经验让我觉得说，可是他的那个手法又很拙劣。就是我们那时候还在棒棒糖嘛，然后可能有一些工作比较会飞来飞去的，然后其实是跟他同居的状态。然后有一次就是回到他家，我就发现，那个厕所的牙刷好像不是我的。哇哦！然后这时候觉得一点点新牙刷，很贴心的。我那时候也是这样，因为那个平均一个月要换一次。我一定觉得他好贴心，帮我换牙刷，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哦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去用电脑了。你知道以前的那个电脑也是新的吗？电脑也换是旧的，需要换新的吧？我也换新的。电脑是旧的，但里面有一个资料夹是新的。你知道以前 PC 电 surprise 那个有一个隐藏资料夹。它很智障，就是它一些隐藏了，可是它会有个虚线让你看到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就是已经叫隐藏了，但它没有。那你说隐藏的话，你应该看不见是不是？应该看不见啊，但我看见了，我就把它点开了，来了，砰就把我炸裂。什么是 Happy Birthday 吗？破梗了，太贴心了。就真的是很伤我的心。什么？怎样？里面是什么？里面那个照片的内容就是他跟那个某一个男生过生日的照片。只是过生日还好啊，应该有亲亲抱抱，一定有，对啊，一定有的。然后可是里面过生日的内容送的东西都是，因为我刚过完他帮我过完生日，是一模一样的。复制贴上，复制贴上。天哪！而且那个男生就是个男艺人。来了。他那时候刚出道。哇，现在还在线上吗？还在线上。现在有更红吗？啊？有更红吗？现在？有更红。比你红吗？不一样的类型，不一样的路数。但是我那时候想说，我都想说我到底是正宫还是小三？
天蝎会。其实我的东西并没有放在他家，因为我们是棒棒糖在宿舍嘛，所以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我的东西啊。所以有可能他是正宫。那我不知道答案，你知道吗？就有一次在一个活动，我就遇到他了。哇！遇到那个男生吗？比如说对，比如说派对课就是他，然后我就一直看他表情，他那个表情就是他不知道你对啊，然后但是那时候我拳头很硬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很尴尬，就是我明明就知道到底要不要讲，到底要不要讲？所以我觉得这样算了，不知者无罪，就是我觉得那我应该是小三。对，因为他的那个，所以那个正宫比你帅，也比你有才华吗？完全不同类型。哎呦，但是是歌手，不是演员，不能再说了，你们会猜到的。没关系，你讲给我听就好，不会讲出来。不行，绝对不会讲出来，我发誓。你发誓，如果你讲出来怎么办？死全家。哇，这也是一个提示哎。那可以讲。真的不能讲，就是真的都过了，我没有很 care， 就是都过了。哇！是 Michael 啊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说一个震撼弹。所以那你们后来有互相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吗？我觉得以他看我的表情，他可能至今都还不知道。他应该不知道。无从查证。对啊，但是我后来跟我那个交往对象是炸裂的，我觉得真的不要有这个事情。因为我们发生这个事情有吵，但是没有分。我就是那种想要试图努力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还想挽回，还没有分哦。而且他还跟我说你是正宫啊。女生还这样讲？对啊，他就是安慰我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年纪比较小，就好了。接下来紧张刺激来到容易被出轨的星座第2名。第2名，大家一样不要贴标签哦。被出轨哦。对啊，这可能是一种特质。巨蟹座有谁是巨蟹？赵哥没事。对啊，就你一个哦。我也是巨蟹座。你也是吗？我也是巨蟹座。对啊。哇，就是出包了。出什么包？你又没有女朋友不是吗？那就不能交啦，交了就被出啊。那你就贴标签啦。其实一个特质就是，如果巨蟹是一个开创型的星座，就他常常会忙工作、忙朋友，关心别人之后，另一半需要的时候，你没给他情绪价值，没有关注他。而且巨蟹有一个特质是，他忙起来会装关心。装关心。装关心。对呀，就是因为你很想关心他，可是你一人无法分饰2角，所以这时候你就是想要让他开心，可是这边的工作你必须要花时间，时间就是那么点嘛，你会对方跟你聊天说，对耶，是啊，就是说嘛，然后就明天你家 baby 问你说，baby 我跟你昨天讲什么？哦，是哦，有点忘了，就他会自己把自己拆穿，或者说，是啊，我又怎么样？但是对方说，可是我昨天讲的不是这重点，你没有认真听吧？所以他会假回答，给一些回应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用关心别人关心的习惯了。反而有时候抽不出时间，但是觉得这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要关心他。可是适得其反，假关心。对，因为来不及。好难哦，好辛苦。那所以要怎么样？直接不关心吗？我觉得就是巨蟹有时候拍谁，就是你直接不要拍谁，就是我今天没有什么时间陪你，如果有什么事明天说好吗？就好，把话讲白一点。对，讲开，就是不要怕他失望而装，反而适得其反，这样。对。帅，我的都帅的啦。想要怎么样，那又会怎么样？我所在乎的一切。耶，爽！百步复活投票启动，赶快下载欢歌 App， 为乐团争取复活机会，一起听团吧！紧张，第一名，哇，这个特质也是大家要小心，尤其老夫老妻。处女座，处女座，没有人吧？闪过，还好没有。第一名就是给对方压力太大，比如说一直念说让你吃外套，让你穿外套，你喜欢外套，我当然要闪啊，要吃好久了，压力很大。为什么要吃外套？就处女座喜欢，所以我说面试要面清楚一点，这老师有点问题。
大家喜欢看有问题的，你是不是笑得很开心？不要，就是处女座有时候关心是一直会 CC 量，但这个 CC 量很理性，他会讲原因讲结果，你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，这就很容易有压力嘛。对啊，这种爱虽然是小小的控制，对于处女来说是可以。被接受，如果他被这么念是 OK 的，但是我们其他人没办法在家里面这么理性，因为不是要工作啊，放空啊，对啊，我这样摆烂不就是希望讨你，让你来对我好一点吗？我没穿外套你就帮我披一件就好啦，就干嘛就这么认真跟我，就是这种压力会让对方说好，我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对，处女座的观众朋友们有可能会被出轨，但是只是星座的参考。对，最主要是这个特质啦。但是2024年下半年的话，处女座容易有这样的事发生，所以我们就是共勉之嘛，没有就更好，没有最好啦。对啊。但赵哥，你平常因为你是毕竟是被出轨的第2名嘛，你平常有不信任对方的经验过吗？我的另一半我是非常信任，但是因为他的美貌啊，他的外表哈，我讲漂亮谁不漂亮？只要是女生都漂亮，但他那个漂亮有点过了分，就是男生。哎呦，你说甜哦，有点过了分，对，那里面有吗？甜美的过了分。我讲现在的太太，现在的太太漂亮过了分。对，她是走在路上，真的啦。S 姐都接不了你话哎，有照片吗？太过分，你不是看过？我觉得没有过分啊。我觉得过分点。哎，你很过分，你很过分，你一直想报仇啊，你很过分。我才不 care 什么酸辣粉呢。他这真的是走在路上，男生会来问他有没有 IG， 要加他的 IG。哎呦，要不然就跟踪他回去他的公司，等他下班的时候想要去约他约会，真的，要不然就是对，要不然就是他每天都活得很危险呢。对呀，这问题是他是双鱼座，他有个问题是他是人很好，所以他不愿意得罪人。他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人家，所以变成人家跟他要什么，他会很为难，不给又怕，你变成说就变成会给人家，那你就会看到一堆那个苍蝇蚊子啊，每天啊都在他公司下面就等他下班，你知道？这么夸张？真的就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不是，如果他美的过了分，他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？不是，赵哥刚刚有讲，因为他不懂得拒绝别人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我跟那些男的不一样，所以他选择我了。现在还在想解套的方法。不是，我跟那些不应该 say yes， 现在怎么办？不是，我跟那些男的不一样嘛，所以他就觉得我很特殊嘛。我记得我刚跟他交往的时候，他的 LINE 啊很少在停过的，他手机要看，会有人找他。他也不单是公司的事，还有私人事情。那是因为我开始认识他以后，我们开始交往以后，才慢慢改变他一些习惯。就有些赖你不要回嘛，你又不喜欢对方，你干嘛人家回一个什么给你，你就要礼貌，就要回给人家，你让人家觉得有希望啊。对，所以你追了那么多年，那一定会追得到。我说你不应该这样子。而且他都已经结了婚，就更好拒绝啊。他们不知道他结婚了，对他不知道他不敢跟人家讲。你老婆不知道他结婚了？不是，没有人知道我跟我老婆结婚的，没有人。他的同事啊都没人。他封锁这个消息。不是说封锁，就没有必要让人家知道。为什么？这有问题。他想要让别人还以为他单身。对，没有啦，不会啦。那大部分这些人都这些男的啦，这臭男生就很讨厌。有的知道他喜欢猫啊，就想要约他去看什么流浪猫啊，或者去什么宠物店啊买猫啊，请他来帮忙挑啊，要不然就是，反正什么招都有啦。我现在想，这些男的真的够厉害。真的。浩哥，你看我刚刚分享的经验，你要小心一点。第2名。不会啦，而且你刚第2名哎。不是，他是讲2024这个下半年了，应该我没事。还没开，现在才刚开始而已，刚开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迷信的啊，我不迷信这些什么。赵哥，你又说你跟他们那些男的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我们是不一样啊，长得不一样。所以你的比较缺乏的地方，有人帮你补足了。我是不认为这样。好，反正目前你们两个是彼此信任对方的，非常信任啊，我们非常好。好，那太好了。好的。最后一个，2024最容易出轨星座。下半年哦，就是
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就有这种心情，人就这样哦，不知道怎么样就有一种心情。第3名，射手座。射手就是他容易看到不同美的人或者不同帅的人，他心里就想说，我很想接近他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，就是容易被诱惑。有些不一定是外表，可能就是他怎么这么细心？为什么我就没遇过这么细心？他就想要多看看。你们有人遇过射手座吗？有啊。哎呦，你讲话。我说我是对，就是射手，对啊，射手。My God， 哦，是这样吗？我觉得是啊，我觉得他应该第1名。哇，所以你是不是因为无法信任他，所以才不愿意公开你们的恋情？不是不信任他，是我觉得他这个人，不是他这个人，对，他这个人好。就是他了。突然要得罪到整个射手座，就我觉得他不适合定下来。唐少维不适合，还是射手座有这种特质的人，我觉得不适合。很容易就是因为很容易，他们很喜欢就是新鲜感，然后那个新鲜感，然后或好奇，就想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，然后再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之后，就是玩过很多之后，又会觉得简单的还不错，但是简单的又觉得好像，反正他就是没有办法一个定下来，对。其实这种心态是心里比较空虚，就是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嘛，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他都想要接近，然后让他觉得不同价值观有他美好的地方。但他自己心里是空的嘛，所以他就定不下来。对，第2名来了，天秤座。天秤座，对发发你会觉得很想要出轨吗？女生应该跟男生不太一样，不会，他很乖啊，他很乖，他是很淳朴的云林人，真的。哇，地区很难讲到地区了。因为我不是那种很能分心的人啊，对，就是做事情。可能因为脑袋也没有到那么好，我觉得要能够出轨人都是要很能一心二用的，也不一定啊，要很多计谋那种。对，你话不要讲太满了。其实2024年下半年，天秤座是比较忙，就是一人分饰几角，很忙。这种状况下，就是少了对对方的分享欲。他说讲话不能有效率一点吗？不能讲重点吗？偶尔会有这种心情出现的话，很有可能就出轨，因为就觉得对方怎么都没有在跟他真正交流，都在讲一些什么芝麻蒜皮小事。对，他就是这种心态才会看不起现在这一半，然后出去嘛。是，好，来了，2024最容易出轨星座是谁？坐稳哦，坐稳哦，坐稳，双子。开始剪。发表一下感想。一位容易被出轨，一位容易出轨。真的我是第1名哦，第1名，所以你们2个在一起好了。是真的会出轨，还是说容易？容易，就是那个流年会让你有那个，只是容易而已。对，让双子有这种心情是什么？就是不是绝对会出轨，不会，就是每个人星盘都有12个星座守护。那可能有的人钱出了问题，然后他的钱刚好是双子，那他可能会出轨。对，就是他刚好，比如说他的双子守护他的第2宫，2024年下半年钱也出了问题，那他很容易出轨，找一个有钱的，或者是因为钱所以就怎么样，有纷争。就他的占星学有一套他的系统啦。是。但是流年这个特质，就双子有的这个特质是，如果我投资一个感情，我希望他是给我一个情感和归属感的安定。因为双子平常就是有好多人事物，就是他本来就玩很多，知道很多。那出去这么累、这么兴奋、开心之后回家，那我就好好睡觉嘛，有回根回巢的感觉嘛。对，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，他就会认为说，那我也不需要哭死在这个独窟里面。哎呦，对，我要出去玩，你 happy 我也 happy， 大家一起 happy 啊，这种心态，所以所谓的追求还蛮公平的啊。对，就是这种，就双子不喜欢，就是让自己多悲惨，就是人生大家都悲惨，要比这比不完。那人生自己的，为什么我不能快乐一点？对啊，你快乐，你找到方法。老娘在这里为什么要苦哈哈？我也有很多方法，我很聪明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双子这种心情。所以大家如果是遇到今年有什么关卡，然后认为那里不能让你安心了，就赶快找方法去解决沟通，不是出去找别的方法。除非你是这段感情不想要，那就没关系，刚好趁机解决。好，讲完了是不是？讲完了，这个话结束。哎呦，天哪！
排行，算是一个心理测验2个排行榜。对。你们现在听完之后有没有更信任对方啊？但我觉得12个星座都会有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个性，然后就是你会有自己会出轨的点。那我觉得有时候最重要的还是相处。那像因为我平常就是看完这个星座，虽然他在第3名有没有？那我也在第3名，但是我觉得。应该说，基本上相处的话，我是不担心的，我就蛮信任他，而且其实平常也会准备一些小法宝啊，因为现在也算结婚2年，还算新婚，对，但是还是要维持一些新鲜感啊、小情趣，所以有带来分享给大家。小情趣，就是我觉得香气真的可以是2个人中间蛮重要的一个情趣，像他味道很重要，对他很在意就是香味，真的，对他超级在意，所以我就觉得香气，像我每次可能洗完澡洗香的时候，他就2个人感情就会特别好，所以我今天小法宝就是这个植萃香氛沐浴露，还有这个磨砂膏，这很香，对，这很香。因为像女生其实平常会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在保养脸，然后就有时候很容易忽略了身体。其实身体很重要，就是第2张脸嘛，就是你可能有时候睡觉的时候相处抱抱啊，都是皮肤接触很重要的一环。那今天带来给大家这个就是很厉害，现场洗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好，哎呦，现场洗啊。脱衣服没有啦，泡泡球是洗手啦，洗在手上给大家看。对，像我平常呢，就是会用那个沐浴球，然后把它沾湿之后，就像这样挤个2下，就可以看到它是很透明的质地，然后是这种很纯净的感觉。然后很简单的这样搓一搓，其实它的泡泡就蛮多的，然后泡泡也很绵密。我把它先搓一些泡泡在手上给大家看。对，它的泡泡是很绵密的，对，它泡泡很绵密，因为像其实平常我们在外面如果有脏污啊，然后如果你回家的时候毛孔没有清干净堵塞，就会容易暗沉，暗沉以外也会比较容易粗糙，对，然后就是大象皮，另一半摸起来就会不想靠近你，所以像洗这个味道，而且可以闻闻看它的味道很香，对，你们看。常闻，因为它的味道，它是这种是花香吗？它很香对，它是小苍兰哦，对，小苍兰，对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就是蛮常见的味道嘛，但是它很特别，是它是有前中后调，是有层次感的香味，像刚刚一闻到的时候会觉得是柑橘还有茶树精油的味道，我有时候会偷偷拿它来洗，对，就是很香啦，然后柑橘跟茶树就会比较容易会放松，就放松你的情绪，然后它中间呢就是会有小苍兰的味道，小苍兰就是可能大家知道那个专柜品牌很有名的味道，很像置身在欧洲花园，像它最后还会有淡淡的麝香味，就我自己很喜欢麝香味，因为比较中性，对，而且很就是男女都可以用，对，然后男生洗起来也很香，不会说太过女生，哇，这泡泡感觉真的很绵密，对啊，然后稍微洗到手臂这边，然后把它擦掉。洗完，而且摸起来是很舒服的。你看一下2边。哎呦，左手那个感觉更嫩哎。对啊，就会有一种柔嫩透亮的感觉。你是怪人，好怪哦！一直是冲过来摸人家。因为我刚刚看它里面的成分，它里面有没有？它里面的成分其实柑橘跟茶树是对皮肤清洁是真的有帮助的。对。然后重点是它里面加了一个杏桃核仁油，它是对皮肤是好的。所以刚刚摸，我想要摸那个感觉。对，很嫩。对，它真的，它真的感觉很好。对，是好的，因为其实通常柑橘跟茶树的东西用了会比较干涩。对，所以它加了一个让皮肤会比较滋润的东西。它摸起来很柔嫩，就是因为里面有100%添加植物来源的精华油。刚刚提到的那个澳洲茶树的味道啊，就它可以帮你做深层清洁，但是里面还有美容保养成分，就是叫杏桃核仁油，所以你会觉得洗完感觉是很柔嫩，不会干涩，然后还有这种很光泽的感觉，让你可以边洗边保养。对，所以才会有那个柔嫩透亮感，然后就感觉是有光泽的。对，然后像我平常1周就是每天洗这个嘛，1周女生就是会有1到2次的那种比较大清洁的时候，我就会用这个磨砂膏，然后它磨砂膏的质地也是，对，我挖一点点给大家看，就是很软、很细、很细、很细。对，它不是以往你看到会有那种颗粒，对，颗粒很明显，它就是像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涂在手上。它的颗粒呢是那种很细致的，等一下你可以摸摸看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是你在搓的时候是会感觉到，有一点点那种很细很细的
颗粒质地，它会有这种去角质的作用，但是又不会痛。对，它颗粒是很细致的，然后所以不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，而且它一样是有前中后调的味道。所以等于说你刚才保养了一次，你洗掉也不会洗掉香味。平常会洗在一些关节处啊、手肘啊，或者是那种后脚跟、膝盖比较需要保养的地方，然后就稍微这样把它搓掉。现在应该嫩到爆吧？对，我现在这里皮肤就像 baby 一样，因为它很细致，所以它在搓的时候你也不会有这种搓完不会有这种红，完全。对，我以前很粗的颗粒是搓完会有红的那种样子，然后还要再去擦乳液保养，所以现在用这个来保养的话，其实就不会觉得很敏感。然后看一下两边，我把这个。我可以推荐女生用一个部位，哪边？这里。该逼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内裤很小。对，就很多人就是穿女生我们女生穿内裤穿久会比较暗沉。不是私密处哦，是这边。私密处应该会。所以说不行吧？不行，就是内裤这个地方。所以你说磨砂可以特别弄那边。对，因为它那个很细，我觉得对偏差一点点也没有关系，每天用一点点没有关系。因为像以前那种比较粗的，我真的还不太敢洗，真的很大橡皮的地方。所以像你刚才说那个比较敏感部位，这个很细就可以洗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也比较白，比较嫩的感觉。对，这里是这样，真的耶，对，真的差很多。因为它像这样子，感觉变很柔嫩以外，它就是有一种透亮感。因为里面有保养的成分嘛，就是有高纯度的维他命 B3。所以才会达到说，感觉不干涩以外，你也感觉到会有光泽感。然后最后呢，它这里还有2罐，它是有不一样味道的。这个是浪漫樱花的，它里面比较特别的是有一个叫烟碱酰胺的成分。对，这个是你那种美容课程很常都会有的，就是帮助亮白啊。对，所以洗完有不一样的香味以外，边洗澡边保养，就是感觉另一半也会喜欢，然后自己也很疗愈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哎呦，很棒啦！好，今天听了很多这个白宇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参考小 tips 啦，因人而异。所以比如说巨蟹座今年下半年就互相勉励一下，对不对？你加油啦，你也加油啦。狮子座也是要互相勉励的。对啊，对的。我们2个都狮子 OK。对，好好沟通，好好沟通。哦，对啊。有人安全没事的吗？你吗？母羊对，母羊没事。但我觉得母羊讲话比较直，自己还是不要自己讲话太直。小心一点，这样。大家都要小心做人嘛。干笑什么？假，干着笑，在场面啊。像我是旅行 S 姐那种废话结束的这种使命。你是说大家小心做人 ，OK？ 官方笑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，铃铃铃。